文炫上任好，两个图案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某一些人有机会打破，可以走向更不一样的未来。在我人生中的比例，52%是在慈济。如果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开始算起，82%医疗的一个时间是在慈济啊。那个回想在花莲的时代，你看这是一个大概20岁的一个女生啊，车祸受伤这么厉害。那时候我们常常半夜就被叫起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看这样的一个伤口，你不好好处理，这个女生怎么办？就要经过努力。你看这个伤口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在花莲慈院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啊。所以用心的努力，我们可以让一张张破碎的脸，一个个可能破碎的心，来得到痊愈的一个机会啊，非常感动啊。有的时候会想啊，家己哪会这辛苦不过呢，现在我看到结果啦，这么美好啦，真的是很感动，也很感恩，更重要是很感满足啦。医疗是4大志业呢最艰辛的一环，真正是因为医疗是有关于生命啊，人间苦啊，莫过于病痛。人来到人间，本来啦，人间有苦有乐，有恶有善这种是人间的对照。但是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用很真诚的心。医疗不是为盈利，医疗呢是为了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最近我常常说生命的价值，我对每一个慈济人我最近出来看到的时候，你盘点慈济的生命价值，要给你一段时间，把你的生命价值给我写出来。我很期待在这一辈子第一次为人间做不少事尤其是台湾慈济建立了很多呢，都是在前面，很多人都是看到慈济是这样做而做呢，很多说不完所以光是我们的医疗也是每一位大医王都是做出了真心，用最真的心为生命对话，生命走入生命，与生命对话，这都是我们的医师很真诚。所以我很期待医师医王。5月27号，我记得我在院长室跟院长开会，院长问我说：“少斌，你明天有一台活体肝脏移植手术？”我说：“是的。”那他说：“看来你能安心坐在这里，势必这个准备周详。”那时候就是按常规在做。那跟院长报告，我们的常规那天3点09分，我们的团队已经进在开刀房去。那开刀房同仁没有被勉强他们自己自动自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开会，然后术前的确认。那跟医师确认之后呢，他们自己再继续分开来开会，因为我们需要用2间开刀房。那他们非常努力盘点他们整个步骤、器械需要用的材料，这其实看到真的是非常是感人的
到5月28号手术结束，不是只有我们手术结束，接下来就加护病房团队要辛苦了。不过我们能够顺利做下来呢，是因为我有这一群。我们的医疗系统，医跟护呢都是能合的美，合的呢，他的心意满足。人讲吼，不是为着利益，但是呢，是为着情。我们要有结有情，结有情啊，就是菩萨，叫做结有情。医王把它奉为如佛。护理，我一直说都是观世音菩萨，何处祈求，何处现啊！铃啊声，床头铃一按了啦，护理呢，闻声救苦马上到。这闻声救苦，也就是白衣大士，我们要守护在这样生命的关头。所以我常常吼，也感觉讲，盘点到现在啦，看到每一个医院啦，都为每一个地方守护得很好啦。每一个医院盘点起来呢，我都很感恩啦。这个骨髓移植在我们台中慈济医院是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了。所谓的常态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有 SOP， 也会开会讨论，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最重要就是骨捐志工啦，就是因为我们找到合适的，接下来就要去找那些有缘的捐髓者。那这个一些行政联络的安排，除了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骨捐志工，他帮我们很多忙。那我们也常常去跟骨捐志工有很多互动啊、上课啊，所以非常感谢说，我可以在台中慈济医院做这个骨髓移植，因为这是我们血液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想过去啦，这骨髓都会想到了那一位蔡奇亚弟啦，来哦来哦来救人哦，啊是。要救什么？来啦，你带我行啦，就给他带来呢。那个时候，我们在推动捐髓，啊，底下在咧改髓，所以讲吼，草根菩萨，咱拢爱定定会记哩。不管现在的科技啦，偌年发展啦，还是呢。莫忘初心，我们大家共同那一念心啊！那无这的老菩萨，那无这的正草根，今天怎么会有慈济的4大事业、8大法印？足迹要怎么走过来？所以啦。回顾过去，我们4大事业，每一个事业都是从第一步开始，所以讲吼，我最近啊，感恩啊，感恩，不只是向大家感恩，我也自我向自己说感恩啊，感恩。在当初的那一念心，我的师父，所以我常常讲，我是啊，人间大导师啊，真正的我这一辈子的慧命啊，是我的师父。莫忘你我师徒因缘特殊，要记得
你这一辈子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啊！我这一辈子，光是这6个字啦，我一直到现在，回过头路很远，向前看路呢更远呐。所以呢，需要生生世世啦。很多慈济人呐，都会说：“师父，我一定跟你生生世世愿力啦，愿力。”我也很期待啦。就是大医王，我们大家要发心立愿，生生世世一日慈济，终生慈济。所以吼，咱大家人爱共同为人间呐，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呀。